总有宝子和我说，他们家鹦鹉不吃滋养丸，也有的说自己买了好几款滋养丸啊，鹦鹉都不吃。其实我们家两小只最开始对滋养丸也不太喜欢，尤其是芒果啊，它经常偷偷的把滋养丸扔掉。你是不是又在背后蛐蛐我？哼！但是今年年初经历了芒果生蛋，我就开始格外注意它的饮食。到现在，芒果已经可以完全适应滋养丸了。所以呢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办法，希望能给到想要了解这方面内容的宝子们一点启发。对于新寄回家的鹦鹉雏鸟，一般呢都是要再喂几天奶粉的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可以把滋养丸打成粉末，混到奶粉里面，一起喂给小鹦鹉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小鹦鹉先熟悉滋养丸的味道。那等到小鹦鹉断奶的时候呢，直接提供滋养丸，它也能很快接受。这个办法我朋友试过，真的很有效。如果是准备入手小鹦鹉的伙伴，不妨试试看。那如果喂奶阶段没有来得及让小鹦鹉熟悉滋养丸，断奶以后就要尽快调整。我当时就是这种情况，断奶之后，我是先把滋养丸打成了粉，撒在种子粮上面，让它们熟悉滋养丸的味道。差不多1周后，就把滋养丸混在种子粮里面。滋养丸没吃就不加新粮。那前期只要它吃掉一部分滋养丸，就可以给它换新的食物。新的食物依然是种子粮加滋养丸，并且逐渐增加滋养丸的比例。到后面就是滋养丸如果没有吃完，就不加新粮。因为前面已经适应了滋养丸的味道，所以小鹦鹉多半会吃的。那最后每天提供给小鹦鹉的种子粮和滋养丸的比例一般是3:7。然后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啊，应该是很多人都忽略的，就是提供食物的总量。很多人就是种子粮给一堆，滋养丸给一堆，直接都放在笼子里面，每天看看，发现小鹦鹉根本不吃滋养丸呀。这其实也是我自己之前犯的一个错误。像我之前的话呢，一般每次会给小鹦鹉提供2到3天的食物，然后芒果就一直滋养丸吃的比较少。今年自从芒果生蛋以后，我每次都是只提供1天的食物，种子粮很少，然后慢慢的芒果就开始认真吃滋养丸了。我猜测一方面是种子粮比较少，它确实是吃不饱，饿了嘛就只能吃滋养丸了。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每天呢都会给他们更换新的食物，虽然他不爱吃滋养丸，但是也知道只要自己今天把滋养丸吃了，第二天呢就又会有种子粮吃。那在他的概念里面，就可能已经把每天的这个种子粮当做是吃滋养丸的奖励了。当然我没有去研究过鸟类行为学只是我自己单方面的瞎猜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芒果现在对于滋养丸确实是完全接纳了。其实我家小鹦鹉的滋养丸我也换过好多品牌，然后我自己也总结出几点小鹦鹉不爱吃滋养丸的原因。除了我前面说的对于味道的不熟悉，还有提供滋养丸的方式的问题，当然也会有滋养丸本身的原因。一个就是颗粒的大小，之前我给我们家鹦鹉的滋养丸都是小颗粒，那有的品牌的滋养丸即使是小颗粒它也还是挺大的。那自从我给我们家鹦鹉换了特小颗粒的滋养丸，它俩对于滋养丸的接受度明显高了，所以找到小鹦鹉喜欢的尺寸的滋养丸也是很重要的。那另一个就是滋养丸本身的适口性了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，滋养丸建议选择大品牌，别的不说，配料表得有吧，营养成分比例得有吧，我们总归要看看这个比例适不适合自己家的小鹦鹉吧。而且滋养丸并不是小鹦鹉爱吃能长胖就好，咱就是说换成我们自己就喜欢吃点油炸什么的，那玩意儿吃了指定是可以长胖的呀，但是它对身体好吗？所以咱还是得多想想，别光听别人说。